刚满月不久的婴儿听着爸爸和叔叔吵架，实在不耐烦，竟气得直接开口说话。 Excuse me, I hate to interrupt, but may I make a suggestion? 他拿出2个奶嘴扔到空中，跳起来飞起2脚，直接将他们嘴堵住。他不是普通的宝宝，而是神秘机构宝宝公司的顶尖特工。如今宝宝机构监测到巨大危机，他们发现一位科学博士正在不断给孩子们洗脑，让他们脱离父母。一个博士校长对付起来可不容易，所以二宝才请来了智商高达290的叔叔武松，要他喝掉变身奶粉变成宝宝，潜入到学校去探查。可爸爸大郎也非要参加任务，虽然他只是个家庭主妇，但他很担心在博士学校上学的大女儿。就这样不甘示弱的兄弟俩争抢着喝掉了变身奶粉，可变成宝宝后，2人第一件事却是打架。二宝好不容易拉开他们，给他们分配了第一个任务，那就是在校长室植入监控装置。2人来到学校时，远远看见妈妈正送大宝上学，二宝在玻璃上写字强调一定要团队合作。可大郎一转身就将武松扔到了幼儿园，自己则跑去了尖子班级。大郎发现这里的孩子一个个人小鬼大，就连排个座位还要分3、6、9等。女儿大宝也在这个班级，小小年纪都已经开始学习量子力学。大郎在骄傲的同时也有些心疼大宝，他突然想起自己的任务，他谎称要去解手，想趁机溜出去，谁知厕所就在班级内。大郎只好又装成问题学生，这下总该能去校长室罚站了吧，却没想到他被直接关进了新型禁闭室，想出都出不来，任务失败。再看弟弟武松这边，他被迫跟幼儿园的宝宝关在一起，头顶还有720度监控设备。这里的智商显然不太符合武松的气质，有拼命往脸上盖章的，有疯狂往身上涂胶水的，还有长得像小鬼的。这时武松看见头顶有个小天窗，他突然有了主意，于是他拿出商业巨头的看家本领，快速将宝宝们整合到一起。第一步，发射橡皮泥堵住摄像头；第二步，用玩具制成战车爬到小天窗。谁知胶水宝宝出了差错，导致计划全盘失败。武松气得凶了胶水宝宝，宝宝吓得贴着墙像壁虎一样瞬间爬得老高。武松突然领悟，对呀，用胶水。于是学校就出现了蜘蛛侠宝宝，他穿过走廊的屋顶，在经过了医务室后，终于艰难地来到了校长室门口。但他没想到校长已经在这里等着他，原来监控无处不在，校长早就发现了这个智力超群的宝宝。他开始拉拢武松，这还不够，他直接吐掉假牙，一把扯开外套，就从里面走出一个宝宝。武松惊讶极了，他赶紧拿出监控器，故意大声聊天，将消息传递出去。原来都是这个高智商的宝宝在搞鬼。校长以为武松也跟他一样是智商超高的宝宝，于是将他加入了一个隐藏的班机。为了搞清校长的阴谋，武松通过传送掉进一个彩球乐园，爬出来后他才发现这里是一个巨大的研究基地，成员竟都是由宝宝构成。此刻他们似乎正在进行某种测试。武松刚想拿手机拍下证据，背后却出现个忍者打扮的宝宝，他坐着学步车蹒跚地走过来，然后一刀下去。他们竟然是真刀真枪的守卫，武松吓得疯狂逃命，可是他却好像捅了忍者窝，眼看就要命丧当场。还好校长及时赶到救下了他，校长带他来到了真正的核心地带，这里的宝宝竟然都在开发英语程序，而且时下大火的 APP 猫聊、画图、找你妹都是他们旗下的产品。校长开启了动员大会，瞬间群情激愤，而他的真正阴谋就是要取代成年人，让宝宝成为世界的统治者。武松悄悄回到家里，却发现大郎竟然假扮大宝的同学来家里做客。原来学校即将举办音乐节，大宝是节目的主唱，可他一直唱不好，被同学埋怨。这一幕正好被大郎看见，最近的女儿总是疏远他，难过的事情也不愿意和他讲。虽然他智商比不过弟弟武松，但此刻他却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任务。他决定以同学的名义陪大宝练歌，果然唱得贼拉难听。不过在大郎的引导下，他很快就找到了诀窍，也重拾自信，高兴了起来。到了晚上，大郎前脚被送出家门，后脚就从窗户翻进了小仓库。此时二宝正在联系宝宝公司，打算把危机情况汇报给总部，可电话一直忙线。大郎知道自己搞砸了任务，他向弟弟武松道歉。看到这一幕，二宝突然觉得也许这是修补他们兄弟感情的好时机，于是他假装跟宝宝公司谈崩，这样一来，阻止邪恶校长的重任就落在了他们头上。时间紧迫，他们开始制定计划。在即将到来的音乐节，校长计划向观众发表演讲，他会在表演结束对家长们发动攻击。大郎要混在学生里观察敌情，二宝在观众席随时侧影，而武松作为卧底，要趁其不备换掉校长机器人的操作系统，让他在所有人面前露出真面目，从而身败名裂。可是他们发现到了现场，事态却完全失去了控制。大宝的演出非常成功，家长们都争着拍照留念，可演出结束却没有一人鼓掌。
家长们都还保持着拍照的姿势，一动不动。原来这才是校长的终极攻击，他用手机拍照软件控制了家长的神智。二宝一看大事不妙，他想联系叔叔和爸爸，却不知就在不久前，武松已经发现事情不对，他跑下去想关掉电闸，不料连同大狼一起被活捉了。原来校长早就看穿两人，将他们一起送到了禁闭室。二宝只能跑去找大宝帮忙，大宝见自己妹妹竟然开口说话，他吓了一跳，可听了二宝的解释后，很快就冷静下来。面对完全被控制神智的家长们，他们必须快速找到 APP 的服务器，由于服务器需要散热，一定在通风口附近。大宝很快就找到了准确位置。此时大狼和武松也想办法冲出了禁闭室，可刚出来就遇到了大量的忍者宝宝，但武松早有准备，他新收的幼儿园小弟先用胶水绊住一批忍者，剩下的被像小鬼的宝宝全部吓跑。就这样，他们赶到学校的大树下，服务器就在树顶。可是校长宝宝也在此时出现，他又穿上了机器人战衣，阻止他们爬树，两人轻易就被校长用大号棒棒糖抓了回来。就在此时，二宝偷了校长的休闲服战衣，及时赶到，他们率先爬上大树，校长控制家长全部涌到大树下，并下令让他们疯狂拥抱武松和大狼，然后自己也爬树去追大宝、二宝。他们在树屋里发生了混战，校长将键盘砸碎，大宝想到头顶的喷水器，就让下面的大狼去开启消防闸门，而大狼和武松正在被家长们亲切的拥抱。好在变身奶粉时间快到了，武松为大狼开出一条路，大狼终于惊险拉下了消防闸门。可是这该死的校长竟然为了省钱根本没有买水。此时攻击软件已经开始在世界各地生效，校长打开可乐庆祝自己即将统治世界。大宝灵机一动，他打翻了可乐，正好和地上的薄荷糖起了剧烈反应，他们跑出树屋，大宝差点掉下去，还好最后被变成大人的爸爸成功接住，二宝也顺利抓住了一肚子坏水的校长宝宝。家长们全都恢复了意识，一家人也顺利团聚。在家人那里，也许我们得不到无尽的财富和权利，但却可以得到无条件的爱，亲情是最可贵的。